国人来中国玩不会英语怎么沟通？今天我学到了硬沟通。我们今天呢带着我婆婆去故宫了。到了故宫，那温迪全是问题。这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意思？然后我呢没睡好觉，我就跟我朋友说，我说你们给他翻译，你们给他解释吧，我解释不动了。然后我这几个朋友呢，英文很有限，4级都没过，但主打一个勇敢。故宫啊有一个龙形的排水系统，就是下雨下多了都流到龙这儿，然后龙再以这个喷泉的形式喷出来。温迪就问这是什么？我朋友说，温迪，When there is many water, it goes to the dragon, and then the dragon。顾温迪一脸呢，让温迪听懂了。然后故宫还有那种动物型的避雷针吗？温迪说那又是什么？另一个朋友说这个我解释，When，哗啦啦啦啦，唰唰唰唰唰，咔咔咔 ，You know this。温迪说啊，避雷针。也听懂了。然后游完故宫我还说，我说温迪今天我就不太舒服，不好意思没给你翻译。温迪说我都听懂了。反正我觉得你吧，有时候就自己操心，老往自己身上揽活。比如你跟我儿子啊，我都看出来了，就你老给他翻译，他就啥也听不懂。你越翻译他就听不懂。哎，你就不翻译，我就不信他沟通不了。我这排水系统和避雷针，最后我不也听懂了吗？你要放松，你要相信，地球没你照样转。你越操心，你活越多。然后第二天我们出门，我跟大胖雪在车里，他就跟我说，你跟司机说停一下，我上厕所。我说我就不翻译，他没办法就跟司机说 Sorry， 我要上厕所。师傅说你憋10分钟，10分钟到了。大胖雪又跟我说你跟他说我等不了。我说我不说，给他急的，坐在副驾驶上跟师傅说 I can't 憋，我得上厕所，不是，我的上厕所是。师傅听懂了 You must 憋啊，这个老外 out of control 了 ，out of control 了。We will 到了。然后我就发现了，其实温迪说的很有道理。就以前我认为这种事就必须我来翻译，我来管，但实际上你说没有我，也就硬沟通也都整明白了。我要不翻译，他可能也就学汉语了。那天跟我说，你别老觉得这家没有你孩子活不了了，你就出去喝酒去，出去蹦迪去。今晚我给你管孩子，我跟你说，你出门的时候还哭，你都没到1楼呢，还把你忘了，没事儿。然后我就真去了。我走的时候，我爸还说，哎呀妈呀，当妈了，这裙子穿太短了。温迪，等我把孩子哄睡着，我也要去找他跳舞的。那你们看着我裙子呢？我都当奶了，我裙子更短。那当妈要都穿棉裤蹦迪，那以后谁还敢当妈呀？然后温迪啊来中国找我们之前就问过我说，我如果去中国可以住你们家吗？需要收费吗？那我肯定不能收费。但我当时就逗他，我说那需要啊，咱们都 AA 制嘛。然后他就当真了，他就把我家附近酒店都搜了一遍，就攻略已经做好了。然后我昨天就跟他说，我说收房费这事纯属逗你玩，我能收你钱吗？但是你搜的那些酒店，你能给我看看吗？我有时候就想出去住2晚上，就你儿子呼噜打的，我有点神经衰弱了。然后正好呢，第2天就是我们约的宜家的改造设计师来我家要改造聊方案，然后我就跟人聊出孩子啊床希望怎么地，桌子咋地，温迪就搁旁边偷摸捅过。孩子没有必要一人一个屋，他也不加班。你让设计师把他俩整一个屋去，你自己要个屋，这房间就是你的，你让他给你加个密码锁，这整个隔音墙。你觉得这屋爆炸了，乱的不行，说你咔一锁，你就一门隔断人间事，别开门。你老公自己就照顾孩子，地球没你照样转。宜家的设计师也是个女生，一下就理解了我的需求。以前的房间是这样的，现在是这样的。这个房间现在就是我充电区。宜家可太会选床品了，像这个床垫，我一个浅睡人士也能睡得老安稳了，支撑非常给力。你们也可以下载个宜家 APP， 给你的睡眠选几个我同款垫被的。现在呢，我改装的房间给我了，温迪也快离开了。我躺在这个房间哈，我就想跟大家说，所有的女生，尤其是妈妈，都应该告诉自己，地球没你照样转。因为这房间的主意是我婆婆怂恿我这么做的嘛。我婆婆呢和所有人一样，有优点也有缺点，但是我很感激她，就是她确实慢慢在教会我一个事儿，就是人啥时候都要学会爱自己。这外国人学汉语吧，还真得加点小头，光凭热情容易挨打。大胖媳妇因为跟我爸学了一句汉语，觉得学到了就要多用，结果把这搬家公司给骂了，差点挨顿刑。咋回事呢？俺家最近非常着急要搬家，因为房东把这房子给卖了，新的买主呢就很着急要装修，就天天劝我们，你们能不能赶紧搬，能不能赶紧搬？为了保证孩子上学方便呢，我们就在同一个小区找的新家，新宅跟故居就隔了3栋楼。你说这距离吧，它但凡远一点，你还能雇个搬家公司用车拉。这俩地方呢，距离不超过35米，就只能找那种收纳公司用小车给你平移搬家。我以为能更便宜呢，就上网找这种服务叫日式搬家，说都给你分好类，归纳好，你啥也不用操心。说的可好了，而且上门就认出来俺家人了。你不是大胖媳妇吗？我认识你。然后转身评估报价14000，大胖媳妇一听疯了，问我他认识我，难道不认识我妈吗？你给温迪14000，他能把北京朝阳区都给你收纳了，这钱花的可太大脑袋了，你赶紧让他走，逼我撵走了收纳公司。大胖媳妇说他坚决要自己搬，此刻就开始运。然后我爸就不让，我爸呢查了万年历，说今天不适宜搬家。大胖媳妇完全没听说过这种讲究，就问我爸为什么。我爸说确切的说，人写的是今天诸事不宜。大胖媳妇说什么是诸事？我爸说诸事就是所有事，诸在汉语中指所有，诸事不宜，诸有此类，烽火戏诸侯。大胖媳妇听懂了诸指所有的汉语用法，但并没有懂背后的习俗。同城购物买了一个超市的购物车，晚上天一摸黑就开始自己搬。趁我爸不注意，他把小的东西都放购物车里，在地下车库搬了10多趟，但是发现大件他确实搬不动，然后自己联系某搬大件的公司，约了3个师傅帮他过来搬床什么的大家具。我爸都快睡觉了，大胖媳妇过来了，老丈人你起来，人家来搬床了。我爸说谁来了？大胖媳妇说猪来了，猪来了，猪来了，谁来了？
就来了，猪来了，就来了，猪干什么？我爸莫名其妙被他薅起来，陪猪一起搬家。我说你用我爸可以，但马上过年了，得犒劳老爷子。他血糖不稳，忌口和营养不均，你送一堆不如送一杯伊利新活舒糖奶粉。这一杯富含16种营养，低 GI 零蔗糖，葛根、黄精这类中式养生食材，适合要控糖的中老年。这叫送的贵不如送的对。人小区都有认识我们的，非常尴尬。我爸就陪着大胖媳妇儿，连着孩子就这么一趟一趟搬的。然后我爸对今天搬家这事儿呢，就还是不是很舒服。路上就跟大胖媳妇儿叨叨，就不应该今天搬。大胖媳妇儿呢有她的小心机，她就生怕我万一脑袋进水，同意哪个收纳公司了呢，花那大脑袋钱，所以就想赶紧把这活干完，让日式收纳无机可乘。我爸呢就老在他旁边阻挠，大胖媳妇一个着急，把我爸放车里了。我爸还说呢，根本不差这一天，你咋不听话呢？明天是个好日子。大胖媳妇想起来，想制服他老丈人，让他别说话，那就只有这一个招了，上来把我爸又亲一口，强吻，跟我爸说，你说的这些，猪听不懂，猪听不懂。今天 already 搬完一半了 ，no matter 你说啥，12点之前我要把猪搬完，我要把猪搬完。怎样的？外国专家如何看待我们的春运难题？面对广大群众回家难、回家贵的问题，我们的外国专家给出了答案：回家可以不费吹灰之力，只要不管老板死活。本来这个外国人吧，很难懂得春运的压力。每年是我搁那抢票，但是今年呢，我们这一家人还有我的公公婆婆要一起回东北过年。这几个外国人呢，需要他们的护照做一个什么线下认证，手机上买不了票，必须去火车站。大胖媳妇今天带着各种证件就要去火车站买票了。我们公司的同事们呢，也都在抢票，都搁那愁眉苦脸。大胖媳妇突然间这个热心肠就上来了，说我反正要去火车站，你们都把身份证给我，说不定火车站比手机就更好运，就买着了呢。然后他就在所有人的面前大声问我哪天可以走啊？大伙儿就都看着我，我说那你也别硬卡时间了，如果正好有票你就买，早几天也没啥的，回家最重要。他说明白。然后就气宇轩昂的走向了火车站。他走了我就开始担心，我寻思我这边还有工作呢，我刚才说的可以提前走，是指比如24号、25号可以走，他理解的提前走不会跟我不太一致吧？我这边正合计呢，我同事手机响了，刘笑涵女士，您购买的车票发车时间不足3小时，请尽快到站。20分钟后，一声炸雷，人家回来了，手里全是票。怎样的？长春的，保定的，票买着了。他跟我们说，那票没有你们说那么难买，还是有的。唯一不足的是还有55分钟发车。25号的票你买不着，15号的还买不着吗？我身份证，够小韩，够，对，拜拜。啊。我说你就给他买一张这么早的，他能好意思走吗？他说人情世故这我也懂，你让一个人先走，他肯定不好意思；你让7个人一起先走，那多有意思。对，多有意思。他像一个世界小姐一样，骄傲而自豪地读起了每一个车票的城市。请碰到16号上午，保定16号晚上，所有同事都领到了票，非常开心。现在全场只剩下一个来自香河的同事，嗷嗷待哺。香港，香港啊，西九龙，真的吗？你啥时候会香河啊？你说你怎么说他呢？大冬天他热心肠去买票，我要被风一吹脸就红温。幸好有雅诗兰黛小棕瓶，被风吹脸也不疼了。就算熬夜带娃，第二天皮肤也很透亮，一点没有熬夜痕迹。长期用下来，法令纹啥的也淡了，人年轻不少。开春了，也先让皮肤回个春。大胖媳妇说，我在火车站有机器售票，我点的香，出来的就是港，我看没问题呀，有3点水，那就是你家呀，我就买了。就你票最贵，特别的爱给特别行政区的你，给特别行政区的你。我本来还在想这周搞个小年会，给大家买点礼物，然后抽个奖啥的。我这礼物还没到呢，现在马上人去楼空了。但是我看我那些同事们啊，拿着火车票那个绽放那个笑容，我就明白了，一年到头了，你哪个公司整什么天花乱坠的，都不如给他们一张早点回家的火车票，那才是你能看到一个人从心底往外绽放出笑容的时候。除了去香港那个，